你平常会去电影院看电影吗？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各家电影院的票房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电影票房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电影票房是很多人衡量一部电影有多受欢迎的指标。越多人去看电影，买票收入所累积的票房数字就会越高，代表这部电影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但长期以来一直有个都市传说，就是台湾的电影票房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精准，甚至有些电影院给的数字还是错的。最近就有一个法院的判决出炉，认为知名的连锁电影院国宾影城低报票房收入给片商车库娱乐，因此必须赔偿片商损失的563万多元。某种程度上面呢，这似乎证实了有电影院会少报票房，还有电影票房数据不准的说法。那其实我们在3年多前就有做过一支影片讨论过这个议题但这次事件又让许多人开始讨论电影票房的准确性，所以我们觉得好像可以再来聊聊台湾的电影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又为什么会有电影院想要低报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市面上的冰霸杯百款，但你总是找不到最适合的吗？有的容量不够大，有的材质不给力，还会卡味道很难清洗。但别担心，Taikobo 太工坊看到了你的困扰，他们采用了独家专利高温氧化钛结晶的纯钛工法，打造出了99.9% 纯钛冰霸杯，无论是装柠檬汁、茶或是咖啡都不会卡味。而且他们还在杯盖上面一体成型的包覆净味钛片，让你清洗零死角不会残留味道。另外，他们还拥有独家的吸管内藏结构，只要盖上盖子，吸管马上就藏起来。除了让灰尘不会污染饮料，过程当中手也不会碰触吸管，卫生又方便。如果你是重度饮料控，千万别错过这次募资金额已经超过1000万的纯钛冰霸杯，大容量却又极轻量的完美组合。现在就点击连结到嘖挑选自己的命定冰霸杯吧，输入 TI77还可以享现金折扣哦。平常我们去看电影买电影票的时候，售票员呢都是用电脑操作划位印票，而现在也有很多的电影院可以透过网络或者手机的 App 来订票。不知道你会不会疑惑，既然都透过电脑系统订票了，怎么会算不出精准的票房数字呢？事实上，台湾的电影票房并不是直接统计系统里面的数据计算出来的最早计算票房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先统计台北地区的票房，再把这个数字乘以2，就直接当作是全台湾的票房总数。不过因为争议太大，在2015年的时候，电影法修法要求全国的电影院必须要每周回报票房数字给国家电影中心，由他们统计出全国的票房。但是目前的方式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为修改的空间，因为这些数字呢不是从电影院的电脑系统直接回传，很多还是由院方手动输入资料，整理成表格之后，再每周回报上去。这使得我们看到的票房并不能够真实的反映电影卖座的程度，也就是说，还是有人为操作造假的可能存在。不过，为什么有人要造假虚报票房呢？这样有什么好处吗？简单来说，低报电影票房最大的好处就是让电影院可以赚到比较多的钱。一般来说呢，我们付的电影票钱会依照电影院跟制片商签约时讲好的比例来分。比如说某个大片商呢，就可能跟电影院谈好6-4分账，也就是 60% 的票钱呢要分给片商， 40% 只是要留给电影院。而随着电影上映越久，电影院分的比例通常也会越高。例如每过1周就会多分 5% 的票房给电影院。对于一间电影院来说呢，不公开不透明的回报机制就有一些可以操作的空间。比如说把电影的票房报少一点点，比如说我其实有卖掉1万张票，但登记只写8000张票，这2000张的差距呢，因为片商不知道，所以电影院就不用跟他们6-4分账，可以独自全拿。而有些电影院可能还会稍微的挪移一下，把这礼拜的票房移到下礼拜去。那虽然这样子整体的销售额没有变但是电影院就能够多赚一点点分润。此外，还有网友曾经爆料，许多的电影院呢，甚至会技术性的调整电影票价来改变实际上面的分账比例。比如原本1张票的售价呢是299元，片商跟戏院采6-4分账，这个时候呢，片商抽60%，大约可以拿到180元，但戏院呢可能就会推出多加1元就能够送饮料爆米花的套票优惠，让观众用几乎一样票价就能够多买到电影票还有食物。结果仔细看你可能会发现这300元明细被拆成了250元的电影票跟50元的食物两币，导致片商真正能够赚到的钱其实只有250元票价的60%，也就是150元。而至于剩下的40%票价跟50元的食物都归戏院所有。
这样子票房回报机制不透明的状况，会让电影院有很多的操作空间，也让片商无法获得原本该有的报酬。对于大型片商来说，这可能还不算是毁灭性的影响，因为他们或许能够用手中的重量级电影当作是谈判的筹码，例如威胁戏院说我的强片不给你上映，那电影院呢在整体收益考量之下呢就会有所节制。但对于小制片商或是独立电影团队来说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因为缺乏谈判的筹码，所以很难跟电影院争取到漂亮的分账比例。再加上独立电影的关注度通常比强片还低，所以容易被排在冷门的时段，放映的次数比较少。更不用说，在票房不透明的情况之下，独立片商的票房记录也有可能比实际上面的成绩还要差。在种种恶性循环之下呢，独立电影的制作团队或小片商可能就会越来越弱势。因此，有人认为政府应该要规定电影院的数据，应该要跟电影中心及时连线，让票房能够依照真实的状况显示出来，才能够让制片商获得合理的报酬。但其实有些人并不支持电影票房即时统计的做法。反对即时统计电影票房数据的人主要有几种理由。首先呢，从执行面来看，每一个电影院的系统都不一样，所以如果要全部串接起来，难度应该不小。不只要面临呢这个大幅改版软体的费用，还必须要承受新版本的软体可能有骇客入侵的风险。而有些人呢，则从市场的角度来思考，他们认为有一些好电影就是需要时间来发酵，但即时连线票房方式可能会让一些冷门的好片因为开场的票房不好而被冷落。毕竟不少观众呢就是喜欢跟着热门的潮流看电影，如果票房及时连线，就有可能呢把一些有潜力的小品电影挡在门外。而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票房数字呢是电影院的资产，应该让电影院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这些数据。那虽然有些人认为这些论点都蛮偏向电影院的利益，但在各方的角力之下，目前的规定仍然是1周统计1次的方式，由国家电影中心公布在网络上。那要是片商遇到电影院低报票房数据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呢？法律有提供什么保障吗？目前的电影法里面呢，只有说电影票房应该要全面透明化，规范电影院要提供数据，并没有要求即时连线。也就是说，虽然看起来政府希望让票房数字透明化，但因为法规不够完善，才产生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各种漏洞。而且目前的电影法规呢，也没有针对电影院提报错误数据有任何的罚则。2018年7月的时候，立法院的电影产业专题报告就曾经建议，应该要修法建立罚则，要求电影院业者必须要提供正确的资料，如果警告后不改正呢，要处以2到10万元的罚锾。只不过这个方向的修法提案呢，到目前为止似乎都没有任何的下文。所以像今天影片开头提到的案例呢，国宾影城也只会因为法院的判决赔偿以前少给的利润，而不会受到其他的处罚。其实电影片商跟电影院的利益冲突，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状况，这让我们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说到票房的透明化，美国的做法可以说是蛮有成效的。在美国呢，片商跟电影院会透过一家第三方的机构 Raintrack， 它扮演调查、汇整票房，还有负责公布数据的中间人。而这家公司呢，和超过90%的美国电影院都有合作关系。除了及时的计算电影院回传的数字，也会自己不定期的派人去抽查，看电影院回传的数字是否正确。除了有人监督之外呢，诚实回报在美国来说，也是对于电影院还有片商都有利的做法。因为美国的电影院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体系，而且彼此之间是处于一个竞争的关系。对于片商来说，会看这个传回数据的多寡与正确性来决定对于电影院的评价。比如说一部大片呢，其他的电影院票房数字都很好，但你的数字特别不好，就会值得调查，或是下次干脆换另外一家电影院合作。而对于电影院来说呢，除了票房之外，零食饮料或者是相关产品的收入 Raintrack 也都会计算，所以电影院呢也可以根据这份数据来调整自己的营运策略，甚至是摆放广告的地点等等。那如果提供不真实的数据被发现，那么除了会影响跟片商之间的关系之外呢，也会影响到电影院的收入还有形象。毕竟 Raintrack 每年都会公布一份电影院的整体排行，如果你爆出造假的丑闻，各家的片商呢也会比较不愿意跟你合作。因此，互相诚实的合作就成了对他们来说都有最有利的选择。电影票房要不要公开透明一直都是很多人在讨论的议题。我们认为呢，这个议题或许可以从能不能够帮助电影产业发展的角度来思考。首先，在反对即时统计的理由当中呢，有人说不及时公开票房的做法可以帮助到比较冷门的电影，也对产业有帮助。但我们好奇的是，原本票房不好的电影真的会因为多酝酿几天没有公布就吸引到更多人去看吗？
在电影院有可能会操作票房数字的状况之下，我们对于这样子的可能性还是有点怀疑的。而且不及时透明的数据也会让电影片商很难知道自己家的电影在市场上面的真实表现，这不只会导致一些利益纠纷，也容易让片商错估市场需求，可能呢会在未来更难厘清要把什么样的资源投入在什么样类型的作品，或是该如何精进作品比较有效益。反过来说，如果电影票房透明化，有清晰正确的数据可以当做指标，电影行销团队甚至有机会根据每天即时的数据，调整出更精准、更有效的行销宣传策略，让票房更好。电影的制作团队也能够清楚的了解市场的趋势跟需求，而有了他们，未来呢也更有机会呢做出更卖座的电影。那这对于电影院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更容易有符合市场需求的电影，观众才会更积极的进电影院，电影院的收益也有机会越来越好。这么觉得长期来说呢，让电影票房透明化，应该可以说是对于片商、电影院以及观众三方都受益的做法。好的，那今天的提问要来问大家，你最希望自己的电影票钱能够回馈给谁呢？ A. 电影制作团队，像是导演演员等等。 B. 授权制作的制片商。 C. 提供良好观影环境的电影院。 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电影票房制度的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曾经是世界级电影大国，或是全球电影产量第2的奈莱坞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